周末家宴上，70岁的老母亲突然说想把葬在乡下的父亲迁到城里公墓。哥嫂当场拍桌反对，我们不同意，动土迁坟会冲撞家运，损害后人健康。我冷笑一声，什么年代了，还这么封建迷信，把爸迁过来，我们以后祭拜也方便，将来妈100年之后也能和爸葬在一起。哥哥却像被踩了尾巴，猛地拍桌吼道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我才是这个家的儿子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做主了？父亲去世5年，他一次都没回去祭拜过。嫂子也阴阳怪气的插话，小杰马上就初3了，这是升学的关键时期，要是迁坟影响到他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母亲吓得连忙摆手，那还是算了吧，刚刚的话就当我没说。我望着他满眼的为难，直觉告诉我这件事必有内情。哥，你反应这么大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我盯着他，故意试探。没有。哥哥猛地把筷子拍在桌上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能吃就吃，吃不了就滚。从小到大，我和哥哥的关系就势同水火，他总觉得父亲偏心我，所以跟我说话他向来没什么好气。可他越是这副德行，我心里的疑云就越重。哥，咱爸当年是意外去世的，该不会跟你有什么关系吧？这个问题在我心里已经埋藏了太久。父亲走了5年，哥哥一次都没去坟前看过，就连清明节给坟头添新土，他都用饭店忙当借口，一次次推脱。天底下恐怕没有哪个儿子能做到他这么绝情。我的话仿佛触到了他的逆鳞，他霍的一下站起来，用力推了我一把。你他妈胡说八道什么？吃不了饭就赶紧滚，这个家不欢迎你！砰的一声闷响，我整个人从椅子上翻了过去，后脑勺重重地磕在了地板上。坐在我身边的女儿乐了，吓得哇一声就哭了出来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快起来啊！母亲吓得魂飞魄散，赶紧跑过来扶我，气得在她肩膀上捶打。顾辉，你太过分了，你怎么能对你妹妹动手？快给她道歉！哥哥只是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无动中地坐了回去。嫂子在一旁阴阳怪气的补刀，话太多的人通常都没什么好下场。我脑子里嗡嗡作响，拉起女儿的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家。去附近的医院做了检查，万幸只是轻微脑震荡，没有大碍。回到家，我立刻拿起手机打给母亲，问她我走后哥嫂的反应。母亲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，没什么反应，都去饭店忙了。我紧接着追问，妈，你们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爸当年没有的事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母亲却直接打断我，匆忙地挂了电话。脑海中父亲当年惨死的模样挥之不去，我躺在床上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忽然想到，如果今天我被推倒时身后也有一根铁坠，那我的下场岂不是和他一样？这些年我们都生活在省城，只有清明和他的忌日，我会独自回去为他扫墓，其余的日子父亲就孤零零地躺在那片荒芜的野地里，无人问津。我不能再让他这么孤单下去了，既然哥哥不同意，那我就自己出钱，偷偷把父亲的骨灰迁过来。第二天，在老公周浩的陪伴下，我为父亲选了一处风景秀丽的墓地。刚办完手续走到门口，却迎面撞上了哥哥和嫂子，他们一个捧着鲜花，一个拎着纸钱，行色匆匆。我这才猛然想起，今天是我嫂子父母的忌日，去年哥哥还特意陪她回老家，把二老的骨灰迁了过来。两人看到我都愣住了，哥哥冷着脸质问，你来这种地方干什么？我不想再有任何隐瞒，故意气他来给咱爸选墓地。什么？谁让你选的？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，有什么资格动我爸的骨灰？哥哥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。我立刻顶了回去，嫂子不也是嫁出去的女儿吗？她能迁，我凭什么不能？嫂子理直气壮地接话，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儿。哼，我冷笑一声，目光转向哥哥，我们顾家倒是有儿子，可惜跟没有一样。作为女婿，能亲自把岳父岳母的骨灰迁到省城，又是送花又是烧纸，却把自己的亲生父亲扔在乡下野地里，5年都不去看一眼。你，哥哥气得扬起了手，那只手在半空中就被周浩一把截住，用力向后推去。他哪句话说错了？你有什么资格打他？昨天那一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周浩是外科医生，身材高大，常年锻炼，力气比他大得多。被酒色掏空身体的哥哥，在他面前根本不堪一击，他踉跄着后退几步，被嫂子连忙扶住。我们走。我冷哼一声，挽着周浩的胳膊，径直走向我们的车。顾家，你别得意得太早。哥哥的怒吼声从我们身后传来。坐进车里，父亲5年前惨死的画面又一次在我眼前浮现。他浑身是血的躺在太平间的冰冷铁床上，脖子上包裹的白纱布全被鲜血染透了。医生说，父亲被送来时颈部被刺穿了一个大洞，血流如注。我当时回头望向家人，母亲和哥嫂却异口同声，咬定是父亲走路不小心，自己撞到铁锥上才出的事。那该有多疼啊！我根本无法想象那个画面，瞬间哭得撕心裂肺。老公见我不住地抹眼泪，握紧我的手安慰道，别难过了，这个周末我们就把爸接过来。可就在周末那天，我和周浩刚出城，还没来得及上高速，就接到了哥哥的电话，你赶紧来医院一趟，妈住院了。我们只能立刻掉头往医院赶。到了医院才知道，母亲早上起床时从床上摔了下来，造成了小腿骨折。妈，您怎么这么不小心？看着她腿上厚厚的石膏，我心疼地握住她的手，母亲却只是眼含泪光，一言不发。哥哥当着整个病房的人大声指责我，还不是都怪你，早就跟你说了，迁坟对家人不好，你非不听，现在应验了吧？这只是个意外，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我不服气地反驳。隔壁床的一位阿姨也惊讶地插话，迁坟是真的对家人不好，姑娘，我劝你还是算了吧。她还绘声绘色地讲了他们家因为迁坟发生的各种离奇古怪的事情。
哥哥听完脸色煞白，直接撂了挑子，妈这次出事就是你克的，这几天你就在这照顾他吧，我饭店里忙，先走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果然一次都没有露面，嫂子倒是来过一次，提了点水果，也把我从头到脚数落了一遍，话说的比哥哥还难听。晚上我帮母亲擦洗身体时，发现她胳膊和腿上有很多淤青，惊讶地问妈，您身上这些伤是怎么回事？她眼神躲闪，小声回答，是我晚上起夜不小心撞到床角和柜子上了。母亲有轻微脑梗，时常头晕，走路确实会磕磕碰碰，我也就没再多想。出院那天，我开车送她回家，却发现哥哥家的门锁已经换了。我怒火中烧，直接开车杀到了他的饭店。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连妈都不要了？面对我的质问，他却不以为然地挑了挑眉。妈的腿还没好利索，身边不能离人，我和你嫂子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这段时间就辛苦你照顾她了。我瞬间就明白了他的真实意图，你是怕我回老家迁坟，故意让妈来拖住我，对不对？他神色一滞，随即挥了挥手，随你怎么想，反正我们家没人能照顾他。佳佳，要不你还是把我送回老家吧，我自己能照顾自己。母亲悲伤的声音从车里传来。不行，您的儿女都在城里，怎么能让您一个人回老家？我怕母亲太过伤心，没有再和哥哥争执，直接把她接回了自己家。夜里我去卫生间时，路过她的房门，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。我轻轻推门进去，紧张地问妈，您怎么了？她连忙抹掉眼泪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没事，就是梦到你爸了，快回去睡吧。那一刻我下定决心，这个周末必须回老家把父亲的骨灰迁过来，我还要在墓碑上放一张他的照片，这样母亲就能时常看到他了。母亲和父亲的感情一直很好，父亲去世时他哭晕了好几次。哥哥不是不让我迁吗？我偏要迁，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能把我怎么样。周末我特意把婆婆接了过来，请她帮忙照顾母亲和乐乐。我和周浩终于踏上了回老家的高速，正当我以为一切顺利时，却接到了婆婆的电话。乐乐吃完饭在院子里玩，突然就不见了。当我们心急如焚地赶回家时，女儿依然下落不明，她才只有10岁啊，一个人能跑到哪里去？我和周浩把她常去的地方都找遍了，却一无所获。我们商量之后，决定立刻报警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，你女儿在我手里，不许报警，不然我就撕票。好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我的声音因为恐惧而颤抖，眼泪瞬间决堤。对方要了10万块钱，我们立刻按照他指定的地点把钱送了过去。下午，女儿果然出现在了家门口，但是她的眼神呆滞，失去了往日所有的光彩。我冲上去一把抱住她，泣不成声，她却只是傻傻地看着我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无论我问她什么，她都始终一言不发。我们带她去医院检查，身体上没有受到任何伤害，但心理上却出了严重的问题，诊断为急性恐惧症，会毫无征兆地大喊大叫。我们不得不为她办理了休学，我也停薪留职，专心在家照顾她。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，一夜之间变成了这个样子，全家人都心如刀割，我更是终日以泪洗面。我们后来也报了警，可警方一直没能抓到绑匪。一天晚上，母亲突然找到我，红着眼睛说，那天你和周浩走后，你哥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无意中把你们要回老家的事情说漏了嘴，乐乐被绑架，会不会和他有关？什么？妈，您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震惊地看着他。其实我早就怀疑过是他，可他毕竟是乐乐的亲舅舅，就算再怎么不喜欢我，也不至于对一个孩子下此毒手。母亲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彻底确定，绑架乐乐的幕后黑手就是我的好哥哥。他告诉我，他上次受伤根本不是从床上摔下来的，而是被哥哥故意推倒的，身上的那些青肿也全都是被哥嫂虐待所致。听完这一切，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将前后的事情串联起来。我终于明白，他们做这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我回老家迁坟。妈，您跟我说实话，我爸当年的死到底是不是我哥害的？我激动地抓住他的手，大声追问。这件事的背后一定隐藏着天大的秘密，否则他们不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绝。母亲却老泪纵横，拼命地摇头，不是，真的不是，你爸他就是个意外。我走上前，握紧他的肩膀，情绪有些失控。妈，您为什么就是不肯说实话呢？您知不知道，您这样纵容他，跟帮凶有什么区别？他突然眼睛一翻，直挺挺地晕了过去。我吓得赶紧把他送到医院，再也不敢逼问他。但是哥嫂虐待母亲，策划绑架乐乐，这些事情我绝不会再忍气吞声，我一定要找到证据，把他们亲手送进监狱。母亲这次也很配合，不仅让我拍下了伤口的照片，还录了口供。至于乐乐被绑架的事，调查起来却异常棘手。为了找到证据，我开始偷偷地跟踪他们。终于有一天，让我听到了哥哥和嫂子的对话。阿辉，我听说乐乐那孩子被吓出了恐惧症，你这个当舅舅的也该抽空去看看吧。我才不去呢，一看到顾家那张脸我就来气，你不觉得他长得特别像我爸吗？可是你这么冷漠，万一他怀疑到我们头上怎么办？不可能，办事的人拿了钱早就滚远了，警察都查不到，他一个女人能有什么本事？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模一样，我关掉手机录音，刚想转身离开，脚下却不小心踩到了一个东西，发出了声响。谁在那？哥哥突然警觉地叫住我，好你个顾家，竟然敢偷听我们说话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我惊慌失措，撒腿就拼命往前跑。我想打开自己的车门，可手上全是冷汗，怎么也拉不开。最后我被哥哥开车狠狠地撞倒在路边的沟里。当周浩找到我时，我已经昏迷不醒，头部鲜血直流，他亲自为我主刀，才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
等我醒来问明原因后，他气得一拳砸在墙上，当即就拿出手机要报警，却被我拦住了。我让他配合我演一场戏，这一次我要让顾辉和刘芳这对恶魔夫妻把牢底坐穿。周浩把我变成植物人的消息一放出去，哥哥当晚就偷偷潜入了我的病房。母亲当时正好也在，正拉着我的手默默的流泪。阿辉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，快说，是不是你把你妹妹害成这样的？母亲看到他，愤怒的质问。哥哥却得意的冷笑2声，谁让他非要跟我作对，偏要回老家迁坟。现在好了，躺在这里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母亲的声音因为哽咽而颤抖。顾辉，你简直是丧心病狂，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所有人都害死，才肯善罢甘休？当年你父亲要不是因为你给我闭嘴！哥哥突然厉声打断他，谁让他心里眼里只有他的宝贝女儿，他就是该死。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？你给我滚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母亲捶胸顿足，泪如雨下。哥哥不以为然的冷哼一声，我劝你在周浩面前最好管住自己的嘴，不然下一个躺在这里的人就是你。等他离开后，我的手指突然动了一下，缓缓睁开了眼睛。佳佳，你醒了！母亲一脸惊喜地握紧我的手。妈，我早就醒了，你们刚才的对话我都听到了。我一动不动地望着他，母亲的眼中闪过一抹惊慌，下意识地抽回了自己的手。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佳佳，你别怪你哥，他就是一时糊涂才做了这样的蠢事。妈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您竟然还护着他！我红着眼眶，无法理解，就算他对我做的一切都是一时糊涂，那爸爸呢？您可是亲眼看着他死在您面前的，为了您的儿子不受到法律的制裁，您隐瞒了真相这么多年，难道就不怕爸爸半夜来找您吗？母亲突然低下头，泣不成声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真的不是。在我的追问下，他情绪稳定后，终于把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。那年中秋，哥嫂在省城新开的饭店生意刚有起色，便带着小杰回老家过节。吃完饭，父亲和他们坐在院子里，一边赏月一边闲聊。哥哥觉得自己终于事业有成，很是得意，在父亲面前吹嘘了很多大话。父亲见他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便忍不住提到了我。这么多年，你不就取得了这么点成绩吗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你看看你妹妹，当年考上省城的重点大学，后来又找到了一份月薪几万的工作，也没见她像你这样回来张扬过。你应该多向她学学，做人要沉稳一点。哥哥从小就不爱学习，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在家，整天跟村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，不知惹得父亲生了多少气。从小到大也没少挨打，可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我比哥哥小4岁，性格却和他截然相反，聪明懂事，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，因此从小哥哥就处处看我不顺眼。当时哥哥听了父亲的话后，一下子就炸了毛，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冲着父亲大吼：在你心里就只有你的宝贝女儿，我不管做什么都比不上她，那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怎么不去她家过？父亲也被他的态度激怒了，站起身来：有你这么跟老子说话的吗？翅膀刚硬一点就想把老子赶走了，我看你是反了天了。哥哥却抬起手指向他：你别一口一个老子，从小到大我挨了你多少打，有你这么当老子的吗？你竟然敢拿手指着我，怎么想打我？父亲气得上前一步，指着自己的头：来，往这打，为你小时候受的委屈报仇。父亲本以为哥哥会因此退缩，谁知他突然情绪失控，用力推了父亲一把。父亲瞬间向后趔起一步，摔倒在地，脖子正好撞到了墙边斜立着的一根铁锥上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送到医院不久，就因为失血过多不治身亡。而哥哥怕我知道真相后不会放过他，便威胁母亲，如果他敢在我面前透露一个字，就杀了我全家。母亲当场就被他的话吓傻了，只好配合他们演戏。这些年，母亲虽然被他接到了省城，但也经常受到他和嫂子的虐待，为了保护我，他一直都在默默忍受。听完母亲的哭诉，我与他相拥在一起，哭得泣不成声。这时周浩走了进来，我把录好的音频交给他，让他第2天就去公安局报案。这一次我一定要把那对恶魔夫妻亲手送进地狱。我出院那天还没等到警方的消息，母亲却在家门口失踪了。我立刻报警，警方通过监控很快就确定是哥哥劫持了母亲，准备外逃。他不知从哪里得知我已经苏醒，并且正在报警抓他。以他那种极端的性格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为了保住母亲的命，我只能选择用最极端的方式。我让周浩直接开车去了顾杰所在的中学，把他从学校接了出来，决定以命换命。在路上，我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顾杰。我相信他一个15岁的少年，心中一定有是非对错的判断。听完后，他哭着握住我的手，不停地摇头：不，姑姑，这不可能，我爸妈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？我不相信。我当初也不相信。我红着眼眶回道：以前你爸妈在外打工，都是爷爷奶奶在照顾你，特别是你爷爷，他最疼你了，到哪儿都把你驮在背上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当然记得。顾杰呜呜地哭了起来。他们一直告诉我，爷爷是意外死的，怎么会是这样？爷爷，你死得好惨啊！我知道这些真相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太过残酷，但我别无选择。我拍了拍他的后背，声音哽咽：他们现在又劫持了你奶奶，如今只有你才能救她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顾杰抬起头，抹了一把眼泪：姑姑，您说吧，要我怎么做？我们的车一路追赶，终于在一座大桥上，2路警车前后夹击，将他们的车逼停。很快，哥哥就拿着一把匕首架在母亲的脖子上，冲着警方大喊：你们别过来，不然我就杀了他。母亲面如死灰，眼泪顺着脸颊无声的滑落。警方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半天，他却无动于衷，只要求放他们离开。
我拉着顾杰从车上走下来，手中同样拿着一把刀，抵在了他的脖子上。顾辉，你敢动我妈一根汗毛，我就要了你儿子的命。小杰，哥哥的声音开始发颤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们，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我会用这一招来对付他。嫂子迅速从车上冲了下来，大叫一声：不，顾家，你冷静一点，小杰他可是你的亲侄子啊，你男人劫持的还是他亲妈呢，你怎么不劝他冷静？我把顾杰拉得更紧了一些，快点把我妈放了，不然今天就一命换一命。嫂子一见这阵仗，立刻就破防了，哭着劝顾辉放下刀。哥哥却冷笑一声：你傻啊，顾家他只是在吓唬我们，杀人是要偿命的，乐乐还那么小，他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嫂子一听，突然停止了哭泣。爸，我也只有15岁啊，如果奶奶出事了，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活？顾杰突然冲着他大声问道。哥哥手上的动作一顿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小杰，爸妈已经把你的生活费和读大学的费用都留在家里了，以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。不，我不要钱！顾杰哭喊着。爸妈，我求求你们醒醒吧，不要再一错再错了。哥哥却把母亲拉到自己胸前，匕首抵得更近了。我有什么错？就算有错，那也是被顾家逼的。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，他表面善良，内心比谁都恶毒，最会哄骗人心。爸妈不在的时候，你也要离他远一点。顾杰哭得更大声了，伸出颤抖的双手劝他冷静。爸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呢？错的一直都是你啊！我又不是小孩子，难道看不出来吗？姑姑对我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好，我求求你放了奶奶好不好？爷爷的死，你只是失手，并不会被判死刑，后面发生的事，只要你主动自首，都可以从轻处罚的。我们一家人还可以再团聚的。两人听了顾杰这番话，心中好像有些松动，不禁对视了一眼。好吧，哥哥突然苦着脸叹息一声，望着我说道：顾家，算你赢了，我放了妈，你也把小杰放了。好，我立刻答应。只见他缓缓松开了自己的手，母亲因为长时间被挟持，腿早就麻了，一个没站稳，就向一旁倒去。嫂子上前扶住他，把他往前送了几步。我立刻放开顾杰，扔下手中的刀，冲上前一把抱住了母亲。妈，您坚持住，我马上送您去医院。可就在下一秒，哥哥像是突然疯了一样，一把推开身边的人，面目狰狞地拿着刀向我冲来。我才不要坐牢，顾家，都是你毁了我。既然你那么想见爸，我就送你下去陪他。就在这时，一名警察飞身扑了上来，挡在了我的面前，刀子狠狠地插入了他的身体，鲜血瞬间喷涌而出。很快，从四面八方涌上来5、6名警察，联手将他死死地摁倒在地上。母亲回头看了一眼，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救我的那名警察因为抢救及时，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从那天以后，母亲一句话都没有再说过，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直到哥嫂被判刑的那天，她才走到院子里，望着天空，说了第一句话：天终于晴了。女儿的恐惧症在我的细心照料下也渐渐康复，终于重返了校园。顾杰消沉了一段时间后，也在我的鼓励下重新振作起来，投入到了紧张的升学备战中。重阳节那天，我与周浩带着母亲和2个孩子终于回了老家。这一次去迁坟，再也没有人阻挡我们。母亲跪在父亲的坟前，哭得声泪俱下。她不停地说着对不起3个字。这些年来，她所有压抑的情感，终于在这一刻彻底迸发了出来。顾杰也在坟前长跪不起，一遍又一遍地磕着头，替他的父母道歉。把父亲的骨灰迁到省城的墓地后，母亲经常会去看他，脸上也终于慢慢地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侄子考上重点高中那天，我带他去监狱探望哥嫂。我问母亲：妈，您要不要一起去？她却摆了摆手，沉默地走进了自己的卧室。当哥嫂得知自己的儿子在我的教导下变得如此优秀时，脸上写满了激动和难以置信，因为以顾杰之前的成绩，根本不可能考上重点高中。佳佳，谢谢你把小杰教育得这么好。哥哥眼眶通红，生平第一次向我道谢。我面无表情地回答：你不用谢我，我帮的不是你，而是我们顾家的香火。我不希望顾家的子孙都跟你一样变成恶魔。他羞愧地低下头，半天没有说话。我眼眶也红了起来，继续说道：顾辉，你害死了爸爸，一次纸钱都没给他烧过，还3番5次地阻止我为他迁坟，天底下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难道你就没梦到过他吗？你心里就不会害怕吗？你知不知道，爸爸一直都很爱你，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地说过，希望你能走上正道，撑起这个家。当年你来省城做生意，我借给你的那10万块钱，也是他让我给你的。他打你骂你，都是因为恨铁不成钢，你怎么能记恨他一辈子呢？哥哥听完后，猛然抬起头，诧异地看着我。我站起身，冷冷地说道：我已经把爸的骨灰迁到省城了，你在里面好好反思，用你的一生向他忏悔吧。刚一转身，却听到背后传来扑通一声，和哥哥哽咽的声音：佳佳，对不起，一切都是哥的错，请你在爸的墓碑前帮我向他道个歉。我回头看着他，你自己去说，他能听见。半个月后，监狱里传来了消息，哥哥自杀了，墙壁上用血写满了对不起3个字。番外，哥哥下葬的那天夜里，我梦到了父亲，这是5年来我第一次梦到他。他站在老家的院子里，微笑着向我招手：佳佳，你终于发现了真相，爸爸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。对不起，爸，都怪我，发现的太晚了。我走上前，紧紧地抱住他。不怪你，是你哥哥他们太狡猾了。父亲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。我抬起头问他：爸，您看到我哥了吗？他已经去找您赎罪了。他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：看到了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育他，让他做最苦最累的活。小杰和你妈以后就全靠你照顾了。
我点着头回答：“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他们照顾得很好。”又过了1个月，哥哥也出现在了我的梦里，他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地跪在地上，一遍又一遍地祈求我的原谅。妹妹，对不起，都是哥的错，让你和妈还有乐乐受了那么大的罪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一定当牛做马，向你们赎罪。你能不能跟妈说一声，让她原谅我？我想进她的梦里向她道个歉，可怎么都进不去。我冷冷地回答：你对她的伤害太大了，想要她的原谅哪有那么容易？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来打扰她平静的生活了，在那边好好为她祈福吧。哥哥离世后，母亲在我面前再也没有提起过她，她对她的心应该早就死了。